癌症，命运的捉弄。今天的这期话题呢，可能会稍微有点沉重哈。我们说谈癌色变，就是说大家不愿意谈这件事情。但其实你知道吗？无论是这个先天的基因的遗传的原因，还是说后天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其实我们能听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得了癌症了。或者说这个你的亲人，或者说你周遭的朋友认识的人，可能或多或少你都听过有人得了癌症。那像我妈的这种情况呢，她从发现子宫颈癌开始算起，到她最终去世，就刚好经历了4年的时间。那她除了手术没法做，其他的治疗手段基本上都经历了一遍，比如说放疗、化疗、靶向、免疫，最后这个中药。保守治疗，但其实无论采取哪种治疗手段，对于任何一个癌症病人来讲，在抗癌的路上都是很辛苦的、很艰辛的，对于身体的那种巨大的挑战。但其实这里面我想先说一点，是对于心理上的挑战，无论是癌症病人还是癌症病人的家属，比如像我妈的这种情况，那她可能第一个不理解或者觉得很纳闷、很有点气愤的是，凭什么是我？对吧？我又不是妓女，凭什么我得了这个子宫颈癌了？那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很理性的来分析这件事情。那凭什么不能是你？凭什么你爸你妈不得癌症？凭什么你自己不得癌症？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什么凭什么，就不凭什么。这就是一个每个人其实可能都有可能得癌症，对吧？都是有这个可能基因突变的这种情况的。那还真的有可能那个人是一个性工作者，那他就也没得这病，对吧？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客观的缺陷，就是说这个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之前也解释过了，这个 HPV 的疫苗当时中国大陆是没有的，那你没有打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由 HPV 病毒、人类乳头病毒或者叫人类乳突病毒引起的癌症，或者是性病，对吧？那另外一个点呢，其实之前的视频我也有提过哈，就是我妈这个人吧，虽然这个性格上挺像男的大辣辣的那种性格哈，但是她其实这个退休以后或者岁数大了停经之后，她对于这种妇科的这个疾病，其实一直是比较注意的，而且比较这个按时体检的。这个事儿我也之前提过，就是在他发现这个阴道出血之前的大概2到3个月的时候，他做过一次子宫颈抹片，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直到阴道出血了，最后一做活检才发现，哎，还真是癌症，是子宫颈癌。所以这个就真是让人觉得没有办法。你说我怎么说呢？就是按我妈的这个人的经历，她就是已经做到她所有能做到的事情了，最后还是没防住。而且就一上来就是晚期，或者说中晚期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就像我这个标题说的一样，真的是命运的捉弄哈。那说到这个命运的捉弄呢，我觉得这个命运不仅把他给耍了，也把我玩了一趟，你知道吗？就是，哎，我先说事情吧，我爸也是癌症，然后我爸是在我这个本科毕业之前，就当时在忙毕设，基本上也差不多的时候发现的肝癌晚期。然后我妈呢是在我博士毕业之前发现的子宫颈癌晚期。而且我妈的这个发现的这个时间节点吧，连时间都是特别的巧合，特别的就不可思议，特别戏剧性。我说出来，我都觉得你可能都觉得这个剧本都不带这么编的，因为看起来太假了，但其实就是真实的发生了。因为当时我不是博士要毕业嘛，然后毕业之前就开始准备找工作，然后当时已经那个找了几个工作了，然后有一个工作就谈了好几轮，面了好几轮了。然后基本上都快敲定了那个状态，但当时这个恰逢可能快到圣诞节了，反正就是我最后一个学期嘛，寒假也是挺松的了，没有那么累了。然后我就想着是赶紧趁着毕业之前回一趟国这样子。但是确实这个 offer 最终的这个正式 offer 还没下来，因为也没有谈薪资待遇的问题，但是面的技术面都面的还是不错的。然后我就回国了。然后那天呢，最后这个要谈薪资那天呢，是这个 HR 从美国给我打电话，越洋电话打到这个北京来，中国的这个手机号，好像就用的是我妈的手机号打的。
然后呢，这个大晚上的，我就可能大概11点就开始等那个电话了，然后呢就接到这个电话就开始谈了。谈的过程中呢，我就看到这个我妈呢起来了，去厕所了。然后我就想的是啊，她可能起夜呗，我也没多想，对吗？就起夜，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吗？然后就继续，其实我就在这个客厅谈的，然后继续打电话，然后呢都聊得特别好，然后呢数字呢我也很满意，最后就敲定了，然后就等着对方最后这个把正式的 offer 给我发过来，然后我们就签字，然后就定了这事儿，基本上，对吧？然后呢，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说，哎，多好啊，这事儿终于敲定了。然后到时候我这个回美国一毕业，然后呢一工作，这不就很顺利的就过渡了吗？然后我就想把这个事儿跟我妈讲，我就说，哎，我想跟她说，我这个数字这个谈的也挺好的，薪资我也挺满意的。然后我跟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下，他说这个咱们去趟医院吧。他说他刚才不是起夜，是去尿血去了。他说他阴道出血，因为他已经停经了多少年了，他突然一下子阴道出血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事情肯定就是不对了。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就赶紧吧。所以我等于什么呢？我之前不是说过我的一个感受吗？就是说老天爷真的有的时候给我一个甜枣，给我一个嘴巴子那感觉哈。这件事情又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这个想法，真的是这样的。你就觉得冥冥之中一定是有一个什么超自然力量在控制着我的这个人生哈。我刚挂下电话谈好了，然后还想跟我妈说呢，我妈说她阴道出血了。就自打那一天起，那个晚上起，就正式展开了我妈这个4年抗癌之路的这个篇章。所以我一直有一种我好像在拍《楚门的世界》，或者在拍那个《睁开你的双眼》，或者像这个《The Matrix》这种，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挺假的，就是被某个力量或者是某个编剧剧本那么去导向走出来的。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哈，我就真是觉得挺无语的，让我。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不应该就是这么顺利，或者我不应该奋斗，我不应该去争取那些好的东西，好像我争取一个好的东西，就给我来一个不好的东西，要平衡一下我的人生一样。那我就不去奋斗，我就在家躺着就得了，那是不是我父母都会健康的这个活着呢？我不知道。不过好的一点是，积极的方向想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哎，我这辈子活得还挺值当的哈。你说这个人家都还挺平淡的一生，我觉得我这一生不是特平淡，或者很不平淡，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有这么多戏剧冲突在呀，我真的，我是不是不当演员去，真的是糟践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父母得癌症的这些事情呢，你看啊，我爸是在我本科毕业之前得了癌症，那就一直在住院呗，所以他也不可能来参加我的本科的毕业典礼。然后呢，我博士毕业前，我妈查出来癌症，最后我是回到美国了，我也回到学校，我去参加毕业典礼了。我爸当时倒是来了，我妈倒是缺席了。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其实是我觉得我妈是那个最应该跟我一块儿去分享这个喜悦的人哈。但是真的是当时她不仅来不了美国，其实我们当时签证都有了，早就之前就办好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得病了来不了，他不仅没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跟我分享喜悦，还正在接受治疗呢。你说，我就觉得挺，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这个比如按佛教讲这个因果循环，甚至是因果报应哈，那我肯定是那挨千刀的，我肯定是上辈子肯定有什么造了大孽了，或者是这个犯了大事儿了。你说这辈子你看我稍微有点好事儿，就给我整这么一出，我真是觉得，哎，我是不是就属于那种应该是生孩子没屁眼儿那种人呢？不好意思啊，说话比较糙现在。然后呢，我妈呢就遵从这个国内当时医生给她的治疗方案嘛，就是先放疗多少次，再化疗多少次，完成对应的疗程，然后呢再观察，再监控哈。然后后来她大概自己这样走了1年的这个疗程的时间哈，然后我第二年就是等我这个毕了业以后，我再1年回到国内的时候呢。就明显的发现我妈的身体真的是被摧残的特别严重，当时的这个免疫力特别低下，然后我回国就是春节前后嘛，然后当时就是
好像之前我回国之前就是老发烧感冒啊什么的，然后当时等我回国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回国那段时间在国内就一直恨不得就在医院在住着哈，就一直陪我妈给抗生素以后，这个烧就能稍微低一点，只要一不给，马上又上去了，或者这抗生素的药效过了以后，马上那个烧又上去了，然后只能物理降温，给我急的呀，你知道吗？我很多方法都没有用，因为它就是免疫力低，后来又因为可能有尿路感染，这个女同胞们可能都经历过尿路感染的这个问题，然后就互相的感染，然后那个肺呢也有点那个肺炎的那种状况，反正就各种，就是主要是他一直在发高烧的这种状态。你说他那个时候要放到现在来新冠，那肯定就死了，都不会让你去到医院的，对吗？或者说去到医院，他可能也不敢给你上一些药，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当时的那个状况我是很焦虑的，而且就是这个，因为他烧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整个春节恨不得就我们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癌症病人哈，他是一开始都是有药或者有治疗方案的，就常规的放化疗或者手术，但你看他的身体给经历多少的这个痛苦，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到我妈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不行了，一下子就特别脆弱了。她自己也说哈，她原来是女汉子，现在呢就成林黛玉了，就是娇小姐了，什么都弱不禁风的那种状态。嗯，然后我当时陪她在医院这个住的时候，我还想说，是不是人下地狱受磨难也顶多就是这样了？她那就有点像这种感觉。然后她自己之后也有说过这个想法，这个体会，就觉得得癌症这个的病人呢，你真的是活不起，死也死不了的这种状态，就是一直是受煎熬的这种状态。无论是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或者是这病本身对人体的伤害折磨，还是药物对人体的这个副作用哈。然后呢，又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清楚。我当时在陪他去这个医院，这个问医生啊什么的。等我们出来坐电梯的时候，然后呢，就有一个叔叔吧，然后呢推着这个轮椅进来，然后他的这个女儿陪着他，然后呢一脸憔悴的那种样子。然后他当时这个我其实不会说主动跟人家搭讪哈，但是他当时就主动来跟我说他们这个老爷子这个放化疗都9年了，然后我说，哎，那不错呀，我说你说明您这个这个老爷子这个身体还是不错哈，还这个还能扛得住，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像化疗药，它就是我说不好听了，跟毒药似的，它不只是掉头发，它对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好细胞、坏细胞都杀嘛。所以就是说你能挺得过来，那说明你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这么跟他说，但他跟我说吧，他说9年了，他说，得癌症真的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这种多倍的考验，因为你想也是，这个人本身很脆弱，病人需要人照顾。那我想问问你，那个治疗的那个方案，那钱哪儿来的呀？对吧？很多东西可能医保也不能说全报啊，或者是有一定的额度，对不对？那如果你就是一个孩子的话，那一个是你照顾老人，然后一个是说你不照顾，你请护工，然后你去赚钱去，对吧？其实包括我妈后来她这个肺转移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的口服的这种靶向药，一个月的药量大概是1.9万人民币。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这个首先这个药是纯自费的，是没法报销的，而且这个药之前可能更贵，没准是2、3万这种，就是3万多的这种样子哈。那我就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有谁说，我说我有一工作，首先我能可以负担这个费用，或者说我是独生子女，我照顾我妈，但是这个钱我就没有了，我就不能工作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见这个。像得癌症或者说有重症的这种，这个对家人、病人本身当然是一个考验了，但对家人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个是钱，一个是人，时间上面的这种矛盾，对吧？所以当时这个
那个人跟我说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心力交瘁的。但是其实我当时没有完全的理解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我妈的情况还是刚开始的情况，还没有这个肺转移呢。但是到我妈肺转移的时候，我就完全能体会那种感觉，就是人力、物力、财力的三重的这种煎熬跟挑战。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确实是这个医疗资源比较紧张，然后中国人多，中国病人也多，所以呢，这个作为平民老百姓去看病，不只是看癌症哈，只要你看个什么稍微大点的病，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对吧？这个其实在我爸那儿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体现，因为他还算一个相比我妈那肯定是更有钱，而且更有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所以他当时治病的时候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但其实这跟我本人的这个价值观倒不完全一样，但是他用他自己的关系来让他这个病更顺畅的去看到医生，得到治疗，那我觉得也是好的嘛，对吧？至少因为毕竟这个床位确实是很紧张的，但是我自己呢，反正如果我是那个得病的人，我不会说动用关系去怎么样走一个捷径的，我就是就是排队，该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当时我爸生病那会儿，我就跟我妈说过这个道理。我说，你看咱们家也不是说特别有钱，也不是说特别认识哪个院长，有这种社会关系，那我们就要认，因为你确实没有花你的时间跟钱去维护，找哪个院的院长去讨好，或者说去维持住一个关系，对吧？那你就是没有这种关系，那你就应该承担说，当你生病需要治疗的时候，不要当关系户，也不要去寻找关系户或者给谁钱，你就是按照一个最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应该怎么着，按照规章制度该挂号挂号，该这个去看医生排得上就去看，没有床位那您就给等着，你就要认这个结果，对吗？我觉得这个是本身我自己来讲的话，哪怕我有这样的能力去动用一些关系，我也不愿意。我说这个病人如果是我的话，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按照一个社会的规则去走。那在我妈这个治疗啊、看病啊、约床的这个过程中，确实就是不是很顺畅，那你就是得等嘛，对吧？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就看到一些关系户，你这个做检查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加塞儿的，或者说这个认识人就是可以有一些便利的，甚至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就是在我可能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请了一个当时中央电视台特别有名的一个主持人去做访谈。那个主持人就说了，他还是一种炫耀的那种口吻吧，就是说这个别人找他去应酬啊，去吃饭，他都不出去，唯独是这个城市的这个各大院的医院的院长，如果找他应酬，他就一定去。他说他维持特别好这个关系，跟这个各大医院的院长，原因他也就是在这个电视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么公开的说哈，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希望这个如果他爸妈有问题需要看医生的话，能有一个比较顺畅的途径。当然，我们作为这个稍微有点情商的人，这个事情，那我可以说就是一个潜规则嘛。我其实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自己是这样的角色，我不会去这么用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按照社会规则，该怎么着就是怎么着。那人说你傻呗，那我觉得那我就愿意当那个愚公呗，那我就愚公移山呗。那你管我，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央视主持人，在电视节目里这么公开的去说这种的，去说啊，那肯定是因为他主持人的声望名气。你私下说，或者你私下这么做，我倒觉得那就是一种所谓的潜规则。但是你这么公开的说，我觉得是不恰当的。那你在宣导什么？你在宣导就是说我们应该力争关系户，对吧？我们上学工作，我们这个把自己提升是为了说我要当那个关系户来这个抢夺某种资源，包括医疗资源，对吧？
虽然可能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公开这么说，我觉得是不恰当的。所以，由于这个无论是这个疾病或者是治疗手段造成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还是说由于为了看病而有很多的困难跟阻碍，就让我妈这个时不时的就会有这种感慨和这个气话吧。在我看来，就是说，明明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还得了这个病，这个要死死不了，要活呢也活不好的这种状态哈。因为他真的就是很能体现出来，我觉得不只是我妈了，我觉得很多得癌症的这个病人和家属可能都会有这种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个抗癌之路就是给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你就是觉得，你说我要是不得病，我有些东西我可以不用面对了，我就关上门过我的小日子就行了，我不用去接触某些东西，见到某些人的嘴脸，对吗？但是得病就逼得你不得不出去，那你出去的这个，就是能看到一些人，他的行为啊，他的说话的方式是不恰当的，对吗？然后再加上这种生理性的这种，由于各种治疗，包括病本身的这种伤害，就是让人家这个情绪特别不好。有时候人老说哈，这个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哈。您没得过那病，您老说这个啊，你应该乐观一点儿，应该开心一点儿，应该积极一点儿。说的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做起来真的是，那我就觉得，那谁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吧？只能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或者说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不论是你们家里认识的有没有得癌症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有别的病的人，或者他是一个老年人，哪怕对吧，有点这个阿尔兹海默综合征都包括在内。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相对健康的人，相对年轻的人，应该多给他们这样的人一些体谅、跟包容、跟理解。不要就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社会压力也是一方面的，好像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好像都是不愿意去做让步，或者是不愿意理解别人，都觉得就是说恨不得全世界都欠我的似的，是吧？所以可能才会出现出恶言恶语，或者是恶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我其实真的是我自己会以身作则的，然后去善待周围的这些人，包括病人和老人。但是我也希望这个社会对于病人，无论是不是癌症病人，包括老人，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帮助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只能是默默的这种许愿，因为确实是在我看来，更多的情况好像是没有这样，没有这种理解，没有这种包容，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我们都不得病的话，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难道我们希望自己老的时候是被怎么样不公的对待，或者说很残忍的对待吗？当然不是啦，对吧？所以这个只是我一点点这个微弱的这个呼吁，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做一个这个善待他人的人吧。